当萧炎进入六星斗圣，再次来到古族时，老丈人古元以及一众长老是何等反应？短短数年，萧炎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中最强之人，几乎与他们这些老妖怪平起平坐。对此，古元竟当众认可萧炎为他的准女婿。书接1559章，随着药族被魂族覆灭，来此参加药典的萧炎，受药族族长之托，带着药族最后的血脉逃往了古族。在其身后，魂族4魔圣之一的魂煞紧追不舍。关键时刻，古族3仙之一的古道及时出现拦下了魂煞，而他们两者都是7星斗圣后期的实力，打起架来可谓是毁天灭地。至于萧炎，他则带着药族年轻一代落在一处山峰之上。接下来，萧炎炼化了9品玄丹，晋升6星斗圣，并与古道击退了魂煞。不久，古族一大批援军姗姗赶来，在他们领头正是灵泉。多年后再见萧炎，灵泉面色顿时不太自然。虽说他身处古界，可对于萧炎这些年的事迹，他却是听得不少。不论哪一件事，都足以让他仰望。而在这等巨擘面前，灵泉此刻就如同蝼蚁一般，自然他也更不会以当初那种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前者。简单把药族被灭之事说了下，萧炎让古道安排他要紧急见古元。不久，在一处恢宏的大殿内，古族众多长老尽数赶到。在首位上是与萧炎有过2面之缘的古元，而在古元左侧是古道在内的古族3仙。在其他席位，萧炎还见到了一些熟面孔，比如通玄长老、薰儿、古清扬等等。当年萧炎出来古族时，以他斗尊的实力，根本难以让的古族如何重视。但如今短短数年，他竟一跃成为了真正的6星斗圣，比起古族最强天赋的薰儿还要强上不少，仅仅比古族3仙弱上1星。而这也让的不少古族长老皆神色复杂地瞄着前者。来到大殿，萧炎躬声道：“萧炎见过古元族长。”见状，古元连连点头，话语中还带着一丝赞叹之意。短短不到10年，你便达到了这种层次，若是萧玄得知，或许也会极其欣慰。日后便称我一声伯父吧。虽然我的辈分不知比你超了多少倍，但谁让我摊上了这么一个女儿呢？语落，薰儿俏脸顿时涌上一片红霞。显然，古元此刻已经知道了薰儿被萧炎夺走处子之身的事，并且也认可了萧炎准女婿的身份。闻言，萧炎一怔，旋即他也急忙改口道：“多谢古元伯父。”接下来，萧炎开始讲述药族被覆灭之事。当时就在药典刚刚结束，虚无吞炎便率领魂族强者齐齐杀出，而且虚无吞炎还能化为无数吞灵族来吞噬药族的血脉。听得此话，古元与众长老皆是一惊。早在远古时期，吞灵族便由于能够吞噬其他种族的血脉之力，从而被各大种族联手剿灭。至于虚无吞炎，他则是异火榜排名第2的异火，也是在很久以前，他与魂天帝达成了某种协议，从而一直在为魂族效力。而且古元曾在1000年前将虚无吞炎重创，如今他又重出江湖，想必伤势已然痊愈。这样一来，古元倒也明白了魂族为何能避开他们的探查，那是因为虚无吞炎将整个药界吞进了体内。雨落，大殿内不少人皆是倒吸一口冷气，将整个药界吞进肚中，这是何等的恐怖！谈及此处，古元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因为吞灵族最后一位族长似乎是被魂族所擒，而虚无吞炎又拥有登峰造极的吞噬之力，想必虚无吞炎吞噬了吞灵族族长后，便拥有了对方的能力。如此一来就说得清，魂族的斗帝血脉为何会无止境一般生生不息。此刻大殿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未曾想到魂族居然隐藏如此之深。古元抬起头望向那遥远的魂界，如今魂族对灵石药3族出手，想来有2种目的，一是收取血脉之力，二是驼涉古地狱。看来那魂天帝要按耐不住了。听得魂天帝这个名字，萧炎一怔，这就是魂族的族长吗？名字如此霸气，或许大陆之上能与其抗衡的唯有面前的古元了。沉默半晌，萧炎开口道：“古伯父，如今魂族已得4块古玉，想必他们会想尽办法将其他古玉弄到手。再者，他们可能还会对仅剩的炎族、雷族甚至古族逐个击破，因此绝不能坐以待毙。”雨落，古元面沉如水。自从1000年前萧族与魂族大战后，没了萧族的牵制，他古族便一直不敢与魂族真正开战，赢则存，输则一无所有。见古元依旧难以抉择，萧炎不由得提高音量：“古伯父，偏还能生存，继续无济于事的等，灵石药3族的灭族之势必然临头。”雨落，古元缓缓叹了一口气，心中终于下了决定一般。好小子，魄力倒是足够。来人，发信于炎族、雷族，邀2族族长来共商存亡大事。听得此话，萧炎重重松了一口气。魂族的强大，萧炎亲眼目睹过。若古族都按兵不动的话，那大陆的浩劫以及天府联盟的存亡都将来临。决议落下，
古族长老们的面色皆是严肃起来。时隔千年，大陆上最为强大的2个超级种族终于要再度交手了。不久，古族便进入全面戒备状态，大量强者纷纷派往中州，监视魂族的一举一动。至于萧炎，他并未着急离开古族，因为他体内还残留着9品玄丹的能量，需要他去炼化。不知不觉，在10几日的修炼中，萧炎终于将9品玄丹的能量彻底炼化，他实力也暴涨至6星斗圣中期。而后，薰儿带着萧炎前往议事大殿，因为炎族与雷族的人马都抵达了古族。来到大殿的一处偏僻位置，薰儿指着守卫左侧的身影介绍道：“那位身着赤红袍的男子是炎族族长炎进，右守卫则是雷族的族长雷莹，8星斗圣强者，他实力与炎进相仿。”据薰儿讲述，这雷莹极其好战，当年还与萧玄交过手，不过却是被打败了。就在2人交谈间，二都统古华却凑了过来。他表示他是来搬救兵的。原来雷族那些家伙很不安分，一来到古族就各种挑衅黑烟军，无奈古族那些年轻一代只好与其应战，可结果连古行、古妖甚至古青阳都被打败了去。闻言，薰儿一怔，如今的古青阳可是2星斗圣，连他都被击败了，那对手定然是雷族几百年内最为耀眼的天才，甚至被雷族准备培养成下一任族长的雷动。据薰儿所述，雷族当年曾来古族提过亲，就是为了撮合他与雷动。对此，古族还有不少长老表示赞成，不过后来却是因为一些事暂时放下了。听闻，萧炎一怔，而后虽然古华想让薰儿去找回场子，但薰儿却对此毫不感兴趣，无奈他只能请萧炎妹夫来救场。听得此话，萧炎一笑，常年跟那些老妖怪打交道，都仿佛忘记自己的年龄了。好吧，我倒要瞧瞧，那敢跟我抢老婆的人有何能耐。此刻，在一处演练场上，炎族与雷族以及古族的不少年轻一辈都汇聚于此。在场中央，古青阳、古妖以及灵泉几人都有些怒意地瞅着雷族之人。在他们对面，10几道雷族青年笑嘻嘻道：“哼，我还以为古族的黑烟军有多厉害，连你们大都统古青阳都输给了雷动大哥，看来我雷族的年轻一辈要比你古族更强哦。”雨落，一名黑烟军的统领厉声道：“我古族年轻一辈最强的是薰儿小姐，有本事你找她试试。”听闻，那雷动眼中涌上莫名的味道。当年他差点跟薰儿小姐结成良缘，如今来古族必须见上一见，说不定让族长说说好话，还能再撮合一下子。就在双方激烈争执时，萧炎与薰儿突然浮现场中。瞧得薰儿出现，雷族众人眼中皆是涌现惊艳之色，而当他们目光扫过萧炎时，嘴角却是带起一股冷嘲热讽：“你是想来给他们找场子吗？可你又不是古族的人。”听闻，古青阳沉声道：“萧炎兄弟是薰儿的准夫婿，说起来也算是我古族的人。”雨落，雷动一骤，对于能打败魂殿殿主的萧炎，他也是想会会。不久，战斗开打，嘟嘟嘟，雷动的长枪如暴风雨般猛戳萧炎，如此淋漓的攻击看得古青阳一惊，若换他上，估计很快就得落败。雷动如今是3星斗圣后期，再加上他身怀变异的雷电斗气，攻击力可匹敌4星斗圣。然而，无论他使尽浑身解数，但在萧炎6星斗圣中期的实力面前，他根本无法沾到前者分毫，最后被萧炎一掌击败。战斗落幕，就在黑烟军欢呼时，雷族族长惊雷般的笑声响彻天际：“好一个萧族小子，老夫倒看得有些手痒，不知道你可有胆量接老夫一掌试试？”雨落，古青阳与薰儿面色一变，这雷族族长极其护短，而萧炎当众击败了他雷族天骄，让他面子上有些挂不住。在萧炎皱眉间，雷族族长雷莹笑道：“萧族小子，老夫只动用5成之力，如何？”见这老家伙步步紧逼，萧炎深吸了一口空气。如今他背后可是代表着天府联盟，若想与3族联手时不被压一头，他就必须展现出令人重视的实力。想到此处，萧炎抱拳道：“萧族萧炎，请赐教。”雨落，全场哗然。论辈分，雷莹不知比萧炎高上了多少倍，而且他8星斗圣的实力，即便使出5成，也足以让7星斗圣焦头烂额。此刻，在天际之上，古元以及炎族族长也浮现而出。瞧得雷莹准备以大欺小，古元也是一怔。雷莹，以你的身份对萧炎出手有些不太合适吧？闻言，雷莹笑声如雷：“我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与人交手不看年龄辈分，只看本事。”听闻，萧炎欣然一笑：“早听闻雷莹族长大名，今日能够交手，倒也是晚辈的荣幸。”见状，古元闪过一抹赞赏：“这小子不仅有实力，也有不弱的魄力，倒也挺配得上他女儿。”不久，战斗开始，萧炎心神一动，一火小衣迅速与其融合，粉红琉璃遍布而开，旋即其气息竟达到7星斗圣初期。而后，萧炎6种异火缓缓凝成了一朵6色火莲。
火莲一出，不远处的严禁与古元皆略微侧目，而此刻的雷莹面色则微微一凝，旋即他掌心雷光迸发，天阶高级斗技雷劫掌。就这样，火莲与雷光掌印怦然相撞，轰隆隆，惊天动地般的爆炸响遍整个古界。咔嚓一下，萧炎被冲击波震退数百米，而雷莹仅仅退后几步。在众人惊骇间，古元袖袍一挥，天空上的爆炸便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尽数吞噬。做完这些，古元这才拍了拍手笑道：“雷莹，你那雷劫掌可不止5成之力。”闻言，雷莹也不恼，反而畅快大笑：“哈哈，好小子，不愧是萧玄的后辈。”